我们本来都要结婚了，但是他却突然提了分手。从开始交往，他就对我提出各种要求，而且我必须做到。一旦我做不到，他就会对我发脾气、任性。他之前对我特别好，百依百顺。我知道我有一点小任性，可是他为什么说不结婚就不结婚，说分手就分手呢？我之前一直在忍让，但是我不可能永远这样吧。他们家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既然满足不了他们的要求，那还不如分手吧。原本都要结婚了，但是结婚之前，男生却突然不干了。这对情侣发生了怎样的矛盾呢？让我们用掌声请出他们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虎28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业务员；女主人公小兰27岁，来自湖南，是一名舞蹈老师。来，有请两位。还是那只密码箱，还是彼此并不知道的秘密？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？愿意。今天为什么而来？因为本来我们定在了8月2号情人节那天去扯证七夕，结果呢？结果他那天突然反悔了，然后说要分手。这个婚还有必要结吗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就在8月2号七夕节那天，我们不是都两边的家人都约好了要去扯证了嘛？然后到民政局那天人特别多，我们号也排好了。然后就在马上要等到我们的时候，他们家里跟他突然提出要在房产证上面加上他的名字，加上我的名字又怎么样了？否则他这个婚他就不结。他们家里反正就是想，这个时候要扯证了，你答应也得答应，不答应也得答应，就是这样来威胁我。怎么是威胁你呢？你说话可以不要那么难听吗？在之前我们订婚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这样的事情，对吧？什么事儿？订婚之前双方家长见了面，然后约定的这个彩金是10万，第二天要办订婚酒嘛，亲朋好友都请好了，头一天晚上他们家里提出来要加5万块钱，否则都不来参加这个订婚酒。这个事根本就不是他说的那样。主持人，你听我说，本来是那天之前说好了要结婚，然后爸爸妈妈见面，然后他们家张口就是说那个定金是10万。当时我爸爸妈妈也没有嫁过女儿，也不知道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，然后就答应了。到后来我爸爸妈妈在亲戚面前说起这个事情，然后了解到我们那边亲戚朋友们都是15万，所以我当时就跟他说，我说那这样子的话你就再加5万块钱，让我爸爸妈妈在面子上也能够过得去。他们家完全就是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家这个亲朋好友请好了，酒席定好了，第二天要办酒了，然后头一天晚上提出来，我们家如果不答应的话，那他们不来，就是让我们整个家里那就下不台，对不对？你是不是会觉得说，每次在坑节儿的时候，关键时刻的时候，他们家都会突然提要求或者加码，威胁我们啊？威胁那我们也不是我的家人。故意在那个时候说的，只是前一天突然说起这个事儿，然后第二天才会跟他讲的。但是你有没有跟他说过，说如果不加这5万，我们家人就不来吃喜酒？没有说过这样的话，但是我可能当时我跟他说话的语气可能也不太好，因为两个人吵到那个份上了，可能就双方呛起来了。那有没有跟他说过，说这个房产证上如果不加我的名字，我就不领证？这个我爸爸妈妈是这个意思。当天因为扯证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也都去了，家长都去了。他之前就一直都是这样，只是说之前是对我在我面前比较任性，知道吧？你像最开始我们交往的时候，他一直都有这个吃夜宵的习惯。然后那我吃夜宵不都是你惯出来的吗？然后11、12点想吃个夜宵，这都是很正常。可是后面到了晚上3、4点钟，他如果醒来想要吃夜宵，要我去买，而且定点的2个店，口味虾跟蟹粥2个店相隔，我开车都开20多分钟。他是个舞蹈老师嘛，然后每周都要到外面去上课。有一次他接的那个课程呢就比较远。这个是你好意思说呀？那天我的脚都磨破了，你好意思说？我们约定的是5点钟去接他。那天我其实是在外面谈业务，知道吧？那边客户那边的事情交代好了以后，我计划好的时间去接他，然后在路上呢有点堵车，他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，等于说你要是按时到提前到的话，我能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吗？我完全是在我计划好的时间内去的，知道吧？结果10多分钟里面，他打了我7、8个电话，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开车，我又分心了嘛，撞到别人的车了。责任在我这边，我压线了，知道吧？你肯定啊，你打电话也不对。后面我就处理交通事故去了嘛，没接他，他就自己打车回去的。那天我在楼下等你，顶着那么大的太阳，我都打不到车，我穿着高跟鞋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打到车，回到家我的脚都磨破了，第二天我怎么上课？教室里坐会儿好了，坐半个小时等等有什么呀？大家都下课了，大家都走了，我也就下了，因为以前每次下课的时候都是他提前到，
所以那天我也下来了。那人是不是可以有一些临时或者突发性的事情呢？可能当时太气了，也没想那么多。他对我送的一些什么东西或者买的什么东西啊，他都一点都不在乎。我不是有一次跟他去逛街，他就看中一条那个铂金项链，送给他以后，他也挺喜欢的。结果没过几天，他又问我，你再送我一条一模一样的吧。我妈妈那天看到我戴的那条项链，觉得也很漂亮，然后我就说是她送的，是男朋友送的。然后那时候不是也见了父母了吗？然后我妈妈那么喜欢我做女儿的，我肯定就把项链取下来，当时就送给她了。你妈妈喜欢的话，完全可以，我跟你一起再去买一条，送一条新的给你妈妈，那不更加体现我们两个人孝心吗？我也跟她说了，我说这是你送的呀，她也知道呀。我们从一开始，我跟你讲，主持人，他就是对我任性一点，这个东西我都可以忍。就是后面对我的家人，他也是耍性子。我们定的是8月份扯证，10月份办酒。订完婚以后，他在我们家里吃晚饭的时候就在那讲，他说现在结婚了，就新房里面的这些床上用品嘛，喜庆一点的这些用品嘛，都必须得男方家里来准备。第二天，我爸爸妈妈老两口嘛，就到家门口那个市场上面去把那些红色的那些喜庆的一点的那些。你爸妈买的那些东西都根本就不能用。怎么就不能用了呢？床上用品、继父用的，而且是我们是新婚用，肯定得去买好一点的，肯定得去商场里面买呀。他爸爸妈妈就拎着那种塑料袋进来的，就在市场里面买的，那我肯定就不喜欢。我当时就跟他爸爸妈妈说了，这种东西不行呀，不干净呀。我父母亲当然没办法，还是跑到商场里面去买那种好的了。他说他的任性是你惯的，你同意吗？有些小任性啊，我承认，但是我也接受，知道吧？啊，但是有些事情你不要过分的这么。你看那吃夜宵，以前最开始我们俩刚在一起的时候，他也吃夜宵呀。他说几点钟想吃，我也陪他一起去呀。又不是单单只是说我想吃。他就是这样的，一而再再而三，认为反正呢，跟我提的要求都会答应，所以就是说他讲的话就跟圣旨一样。那他讲的话在你这儿现在是圣旨吗？现在都要结婚了，1年多的时间，你跟我出这么多事情，订婚也威胁我，结婚也威胁我。那我一想，那你怎么早没发现我的缺点呢？那你怎么之前都一直能接受呢？之前你不就对我耍一点性子吗？你慢慢的就是说发展到威胁家里人，这个婚我是不想结了。那你想结吗？我肯定想呀，因为我们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一直他都对我很好。之前他也没有抱怨过说什么我这不好那不好的，之前他也对我挺好的，而且我上课下课呀，就是他也知道我很辛苦，他也每次都会接我。事情老师们已经听得挺清楚了啊。相信你们能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进入丘比特问卷。爱情本来很干净的，但如果里面掺杂了太多的算计，就不称之为爱情。明天要订婚了，今天突然说要加钱，马上要领结婚证了，突然说要加名字，你真把我当爱人吗？我也只是那天跟他说了这个事儿。别解释。凑巧1次可以，凑巧2次，订婚结婚这么关键的时候凑这个巧，你信吗？但是我爸爸妈妈也没必要去威胁他呀。不是威胁，爸妈肯定是为了你好，但是他们也许把订婚结婚这事儿跟钱绑得太紧了。房本上没有你的名字，你们俩就不幸福吗？不加那5万块钱，这婚就不能定吗？怎么女儿养这么大就值这5万块钱和1半的房产呢？不丢人吗？你爸妈没来，我也没见到他们，我不能揣测，但我起码说一点，你作为2人世界中的一方，没做好自己的本分，起码没有阻止这种无理的需求。我知道我不希望你是内心真的也是这么想，我应得的，我管你要你就必须给，就像你让他买夜宵他必须买一样。懂不懂得心疼对方，知道不知道将来日子是2个人的，没准还有第3、第4、第5次呢。怀孩子怎么说？坐月子怎么说？当然我愿意相信不是故意的，所以简单说一句，如果房本上不加名字，婚结不结呀？我肯定想跟他在一起啊。这我知道，房本不写名字，婚能结吗？姑娘，你别那么难过，我跟你说，你不能把感情当信用卡的信用刷爆了。你可以亏欠一点，慢慢还没关系，但是要付利息。你不能把这张卡刷没了，搞得在爱情里的信用都没了，那就什么都没了。我相信一开始2个人在一起的时候，都是100%的对对方，所以他才会去包容你很多东西，你也会陪着他去做很多事情。时间长了之后，你可能就会松懈掉一个劲儿，
他也会没有那么在意一些问题。那可能他在处理一些问题上的事情的时候，哎，突然一下你会觉得，哎，你为什么不像以前那样子对我？你会把一些事情就放大了，放大之后你反过来就会做出一些事情让他觉得心寒，等于一点一点那点积攒的那点好就一点一点消磨而尽了。我们家真不是在乎这些东西，因为我们家条件也不差。不是我爸说这个妈妈意思可能也是想看到他的一份心意。我特别能理解，因为我也是女生，今后我如果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，我爸妈势必也站在我的立场，对吧？只是咱说句不好听的，那时间点真的太寸了，你难怪让人家有另外的一些想法。有的时候你站在他那个角度去考虑，你也别老说人家任性，有些事情是不是你惯的？有一些事情就算你今后不想去那么做的时候，你可以有其他的方式去跟他商量，那事情不会弄得那么僵，并不非得是针尖对麦芒。得学会这个相处之道，真的是这样啊。这个男孩是不是一直以来非常宠着你？情侣之间，一个哄啊，一个逗啊，甚至一个呼之即来，然后那边肯定是有求必应，这是一种甜蜜的默契。但是小两口之间的这种任性，绝不能在双方父母间呈现。你让双方父母心里怎么想？而作为男方，突然让自己的父母置于了这种的境地，他心里是非常非常难受的，他一定会怪罪于你。聪明的女人是知道把握分寸的，有些话可以跟他说，有些话一定不能跟他的父母说，有些事情让他知道，有些事情一定是不能让他的父母知道的。我看到资料上有写，其实开始你对他的父母其实很礼貌的，但是你就把自己的任性无限的放大，好像他们全家都要承受你的任性一样。所以这件事情摆到现在这个地步了，所以你下一步应该做什么呢？去跟他的父母道歉，至少要解释清楚你是怎么想的，然后再和男方敞开心扉去聊，处理好父母的关系，其实就是推开你们俩继续走的那扇门。说3点，第一，任何那种临时加价的行为，多半是觉得自己不值这个价。我倒认为要挟虽然可恶，但这种不自信是显而易见。第二，其实刚才说的有些台本里面没有说，刚说那个项链的事儿，好像不止一条，有2条是吧？一条是给了你妈，她给你买了一条，你又给了你表妹，然后她再给你买了一条。虽然说孝敬母亲是正确的，但正如他所说，买一根再送给母亲没关系，但那毕竟是他送给你的，意义不一样。更何况你还又拿一根又给自己表妹，表妹算老几啊？他娶了你不是娶了你全家，对不对啊？说完了2点不好的，说第3点对你最有帮助的。爱一个人是要会去心疼别人，我看不到你对他的心疼。爱得越深，一个人身上的那种父性或者是母性便会慢慢的掺杂进来。但你不房本的问题，不是感情不到，大概都是家里面的父母都有一些替自己的想法。女生家的想法是，他们要离了婚了，这上面写了我闺女的名字，好歹落半套房是吧？男生家父母的想法是，哎呦，他们这个要是离了婚了，写了这姑娘的名字，我们家就损失一大部分财产是吧？我就不知道这些父母怎么想的，你们干嘛就不盼你们孩子好呢？你们怎么就没想着他们俩踏踏实实的过一辈子呢？我话只能说到这儿，因为如果真的有爱的话，写谁的名字不就那么回事儿吗？我觉得恋爱当中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的喜欢，其他都是身外之物。你们自己去看吧。来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发生这些事情，不管评委老师怎么说，但是我想告诉你，我一直都是喜欢你的，爱着你的，我不会因为那些房子那些钱要跟你分开，我真的只是想看你的态度，但是到现在你给我的态度让我心里很不踏实。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说，你在我面前任性完以后，你还在我的家人在他们面前去任性耍脾气，知道吧？因为之前那次订婚我就已经是忍无可忍了，我发誓对自己发誓再不会有第2次了。可是在扯结婚证的时候，你还提出一些那样的要求，知道吧？你这种事情你可以早一点跟我沟通，不需要当着我父母亲的面。其实你对我任性的话，我都能够接受的。两位交换秘密吧。
谢谢两位哈，请回。哎，请把门关上，请现场的观众朋友拿起手里的表决器。你们看好这一对吗？看好请选择赞成，不看好请选择反对。来，请选择。56%的观众朋友是看好的，看看这一对年轻人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吧。5、4、3、2、1，请开门。男人就应该这样。我和父母商量过，在咱们婚后以咱俩的名义买套房子。其实我们家在乎的不是房子，不是钱，只是不能容忍你们的威胁的态度。珍惜吧。来，有请我们的小花童，把戒指给叔叔。哎，谢谢。谢谢你们，请回。感谢杰利亚为本节目嘉宾订婚提供的套装礼盒。当你把这个礼盒送给你心爱的人的时候，希望你发自内心的说：“爱要有你才完美。”知生活，想人生。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价值2580元的擦窗机器人窗宝730一台。接下来，让我们一起来见证男生浪漫的求婚时刻。亲爱的，其实我心里一直都是有你。以前你的任性我都惯着，以后你的任性我还是会惯着，只希望你不要在父母亲面前耍性子，好不好？嫁给我好不好？珍惜啊，珍惜啊，互相珍惜好吗？祝你们幸福，谢谢你们的到来，请回。真心的希望这样一对能够幸福。接下来的时间就是分享老师们人生精华智慧的时间了，一起进入杰利亚爱情保鲜剂。说嫁汉穿衣吃饭，千万别忘了，除了吃饭，更重要的是心灵陪伴。爱情中的身价不是靠自抬得到的，而是靠付出赢得的。疼人和被人疼都是一个人的正常需要。感谢杰利亚对于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，感谢海伦凯勒眼镜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。下期节目我们再见，谢谢大家。